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的军力对比。俄军事评论网站在2023年2月27号发表瓦季姆·叶利赫什金的文章，将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的军力做了对比。俄军正在参加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依据特别军事行动中达成的战果，可以对比一下俄罗斯与北约的军事力量，并得到一些结论。结论之一是，西方鼓噪的俄罗斯对欧洲构成严重军事威胁，制造俄军可能入侵的恐慌，绝对是毫无依据。乌克兰的战斗行动表明普京并未准备让俄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更不要说坦克纵队开赴英吉利海峡。总体而言，与北约潜在的冲突中，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是对敌人实施常规核武器打击，也就是与北约的对抗中以重和遏制。但常规武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绝不仅仅是动画片。特别军事行动中，俄罗斯使用的高超声速导弹，北约根本防不住。毁伤乌克兰的军事战略目标的时候，俄罗斯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远程导弹的实力。密集发射巡航导弹，高精度的毁伤目标。KH-101空基巡航导弹能以洲际射程5500千米打击目标。俄军火库中有数千枚的导弹，可以一次齐射上百枚的导弹攻击特定的目标，这使俄罗斯在导弹武器拥有者排行榜上仅次于美国。任何情况下，俄罗斯的导弹系统是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梦魇。结论之二，俄空天军的表现差强人意。俄空天军在乌克兰空中战局中达成的战果远远不及北约1991年在伊拉克，北约航空兵1999年在南联盟。俄空天军在乌克兰随行任务的规模并不亚于多国部队空军在伊拉克，但因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配备了更先进的地空导弹，比伊拉克的防空危险得多。俄空天军的出动量只有多国部队的1/几。经过1年的战斗行动乌克兰许多战略目标还是完好无损。北约国家空军使用各类装备系统在突击任务中对战斗机进行掩护和支援，而俄空天军却没有这些系统。比如说 MALD 导弹模拟器、EA-18G 咆哮者电子对抗飞机、E-8联合星空对地远程监视飞机，通过卫星控制的无人机和结弹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等等。俄空天军的突击飞机的数量不足，而且掩护支援的系统明显薄弱。结论之三是，俄军炮兵在战场上处于统治地位。俄军炮兵完全继承了前苏联的遗产，部队中没有任何一门火炮是新研制的，顶多只是对前苏联的火炮做了一些改进。结果在射程和精度方面俄罗斯深管火炮不及西方向乌军提供的火炮。另外，西方自行火炮可以使用更多样化的弹药，包括杀伤爆破弹、用于空中起爆的无线电引信炮弹、神剑 GPS 远程精确制导炮弹等等。但是由于俄罗斯火炮在数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仍然在战场上处于统治地位，也是俄军的主要火力打击手段。结论之四，装甲装备对决值得期待。在乌军预告的大规模战争中，西方的坦克、步战车能干什么？今年春季我们就会知晓。关于俄罗斯的装甲装备主战装备还是前苏联的遗产。俄通过升级保持现有装甲装备的作战能力。轻装甲装备的升级是给所有的装甲车换装30毫米的机关炮，提高生存力，增强火控系统的能力。但是对反坦克导弹或者是 RPG 火箭筒却没有多少防护能力。西方装备的防雷稳固性也更好，而苏联的轻型装甲车没有任何的防雷设计。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特 90M 坦克配备了名为披肩的隐身系统，通过提高坦克的在红外频谱的隐身性，降低标枪等对坦克的命中概率。使用红外瞄准系统也很难瞄准坦克。俄军装甲装备数量众多，尽管不完全符合现代作战的需要，但仍然具有战斗力。因此，俄军机械化分队的战斗能力不亚于北约的分队。
尽管乌克兰战争中俄军暴露了诸多的不足，但北约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总体上，俄军和北约军队能够保持现状，俄军的防空实力能够抵消北约的无人机优势，西方自行火炮在射程方面拥有优势，俄军则借助柳叶刀实行反炮兵任务。对于俄军存在的许多问题，俄罗斯已经有了积累，正在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俄军已经清楚乌克兰战场上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